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路透社：全球银行在俄罗斯制裁时规避风险。银行家和律师表示，面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制裁，全球银行对所有俄罗斯实体的业务持悲观态度。如果对与俄罗斯的关系有轻微的怀疑，就会放弃客户。过去一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以报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也实施了限制。制裁针对的是多位富有的俄罗斯精英、几家俄罗斯主要银行、国有实体及其数十家子公司，以及一些俄罗斯银行获得国际 SWIFT 报文服务等限制。高管们表示，虽然全球银行在制裁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在合规计划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对俄罗斯的限制在规模、速度和复杂性方面无与伦比，而且可能还会增长。银行家和律师表示，为了避免违反规则，避免资产和资本受到新限制的困扰，银行在与俄罗斯实体的所有交易中都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这些行动可能会加剧全球贸易中断。一位在香港的亚洲贸易融资高级银行家表示，即使融资交易直接或间接涉及未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他的合规部门同事也在提出更多问题。一家大型亚洲银行的另一位高级银行家表示，他的公司正在研究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合规人员和技术来检查对俄罗斯实施的各种制裁，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标记潜在的风险交易。法国兴业银行和瑞士信贷集团已停止为俄罗斯的大宗商品交易融资。印度国家银行将不会处理任何涉及俄罗斯实体的交易，这些实体受到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到目前为止，西方银行披露的对俄罗斯的风险敞口似乎相当温和。美国银行的风险敞口为147亿美元，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银行的风险敞口合计超过425亿美元。花旗集团本周表示，其总敞口接近100亿美元。然而，扩大制裁的速度是银行最关心的问题。高管们担心西方对俄罗斯的限制可能会效仿对伊朗的限制，伊朗最终受到2级制裁对任何与潜在制裁实体进行美元业务的实体的限制。对于尚未加入制裁潮流的国家的银行家来说，他们可能带来的风险是另一个担忧。根据美国的制裁，一个直接或间接的由一个或多个被封锁人员拥有50%或更多股权的实体本身也被视为被封锁，无论他是否在制裁名单上。银行家和律师表示，由于有如此多的司法管辖区发布制裁，其中一些不同合规团队不得不筛选集团多个层面的受制裁实体的风险敞口，包括银行控股公司、区域子公司、当地分支机构和其他公司工具。CTV： 加拿大央行将利率上调至 0.5%。加拿大央行自 COVID 大流行开始时，将其基准利率降至最低水平以来首次上调了其关键利率目标。加拿大央行于2020年3月将其关键利率下调至 0.25% 的紧急水平，以帮助经济度过大流行的经济冲击。从那时起，经济反弹，通货膨胀率飙升。央行今天表示，它现在预计短期内通货膨胀率将高于其先前的预期。1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 5.1%， 创下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央行此前预测，第一季度的年度通胀率为 5.1%， 但那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油价走高并造成新的供应中断之前，这将增加全球价格压力。央行周三将其关键利率上调了1/4个百分点至 0.5%， 以帮助对抗自1991年以来最高水平的通胀。预计较高的利率将促使该国大银行提高优惠贷款利率，此举将增加与基准挂钩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等贷款的成本。
持续升高的通胀增加了加拿大人开始预期通胀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风险。为了保持通胀和预期的锚定，该银行表示计划利用利率将通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该银行的高级决策者预计利率将需要进一步上升，尽管加息的时间和步伐将与该银行如何看待加拿大经济有关。加拿大统计局周二表示，2021年最后3个月的经济年增长率为 6.7%， 强于加拿大央行的预期。该银行还预计，第一季度的增长将比1月份的预测更为稳健，尽管当月与 Omicron 相关的挫折导致2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该银行表示，劳动力市场的挫折应该是暂时的，随着公共卫生限制的放松，强劲的家庭支出应该会进一步加强，因为几个省份本月已经开始这样做。不过，该银行表示， COVID 和新变体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问题。大温油价北美最高，还会更高。大温哥华地区目前拥有北美最高的汽油价格，预计仍会上涨。该地区的天然气价格隔夜上涨5分，至大温哥华地区的 1.869 加元，预测油价将在周四继续上涨。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战争，导致油价周二上涨每桶7至8美元，周三又上涨每桶6美元。但不仅仅是大温哥华地区的油价飙升。上周五，基洛纳的价格从每升 1.529 加元跃升至 1.699 加元。一些加油站在周末将价格降至 1.639 加元至 1.679 加元之间，但周二一些加油站公布的价格为每升 1.769 加元。在南奥肯奈根，价格在 1.589 加元到 1.699 加元之间，大多数在每升 1.669 加元之间。北奥肯奈根的价格主要固定在 1.509 加元，确实有2个加油站标价为 1.789 加元。在 Shuswap 中，价格从 1.529 加元到 1.699 加元不等。最后，在坎卢普斯，那里的价格与基洛纳一致，大多数加油站的汽油销售价格在每升 1.639 加元至 1.759 加元之间。环球时报，为何美国更希望俄乌冲突？紧张激烈的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同时双方已在战场之外展开谈判，但目前尚未取得显著进展。尽管并不希望战争爆发，但先前预测已经得到验证。尤其是从美国的决策过程来考察，为什么事前美国看起来试图努力阻吓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但最终俄罗斯还是发动了对乌军事打击。我们几乎可以100%认定，美国不仅不是真心想阻吓俄罗斯，反而是希望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进而实现一弹多鸟。美国如何才能成功阻吓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基于经典的阻吓威慑理论，在俄罗斯重兵集结俄乌边境，并于2021年12月向美国、北约下达最后通牒的背景下，美国要想成功阻吓或威慑俄罗斯，大概有以下5种选择：一是答应俄罗斯的所有要求；二是答应俄罗斯的最低要求，比如明确表示北约会将格鲁吉亚、乌克兰排除在外，并且承诺立即准备和俄罗斯展开全面谈判。三是拒绝俄罗斯的最低要求，立即在乌克兰部署美国和北约军队，即所谓的绊脚线 tripwire 措施。四是拒绝俄罗斯的最低要求，同时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并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美国和北约将迅速军事介入。五是拒绝俄罗斯的最低要求，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但明确表示即便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军事介入。与此同时，美国公开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将公开帮助乌克兰。另外，美国及其盟国公布俄罗斯可能面临的多方面制裁措施。美国的行为只有一个逻辑解释，那就是事实上希望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甚至试图迫使俄罗斯那样去做。美国及其盟友拒绝俄罗斯最低条件的情形下，俄罗斯重兵集结俄乌边境。
如果在遭到拒绝后，俄罗斯却没出兵乌克兰，那在俄罗斯政府看来是对外有损威信，对内无法交代的事。美方认为，战事拖得越久，对俄罗斯越不利，对美国及其盟友越有利。通过以上措施推着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美国还可以在欧洲方向上坐收渔利，达到强化或者至少是重新获得在欧洲已经失去的一部分主导权。只要中西欧国家也将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威胁，欧洲就将永远被美国握在鼓掌之中。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